我是天空新闻的詹姆斯马修斯，请问一下，为什么第一个协议是和英国，为什么是现在？您将这项协议描述为全面而综合的协议，但我们刚刚从马格努森先生那里听说，这只是一个开始，显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恕我直言，您是否夸大了这项协议的范围和意义？因为您是一位在困难时期需要成果的总统。我认为这对双方来说都是一项伟大的协议。对我们来说，我们开放了市场。我之前不知道英国的市场是如此封闭，正如你们所知，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而且运作良好，有很多资产。你们看到了图表，那些都是巨大的资产。我们多年来一直尝试达成协议，包括在我的第一个任期内，英国也一直在尝试。总会有人说3到4，但他们没能达成协议。在此之前的25年里，他们一直试图达成一项非常重要的协议。实际上，在看数据之前，我其实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一项如此有决定性的协议，但我们觉得还能让它再发展壮大。但这已经是顶级的交易了，不像你说的那样。你说的真的很不准确。这是一笔顶级的交易，我们还要让它更大。通过增长来让它更大。我们有非常巨大的资产会涉及到。说实话，我很惊讶地发现你们国家在贸易方面的规模竟然这么大。你知道，在技术和很多其他领域都是数一数二的，农业也是。我之前真不知道。根据不同的定义，英国的贸易额能排到世界第4、第5或者第6，这已经非常了不起。所以我对此印象深刻，我们会把它提升到新的水平。现在这个协议已经非常重要，但我认为它还会继续发展，它自己就会增长。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做出一些改变和调整。因为我们很灵活，我们会看到一些我们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但这已经是非常确定的了。我们认为每个人都会很高兴，贵国的人民会对结果印象深刻，他们可以从更多的人那里购买商品，能以不同的价格定价，还能买到一些现在他们买不到的产品。这些产品我们做得比世界上任何人都好。这件事情能达成真是太好，而且非常好的是，现在有很多国家都想和我们达成协议。说实话，我们选择了这个国家，让很多国家都不高兴，但这是长久以来我们最老的盟友之一。当然，也有其他几个国家也这么声称，但我们把英国放在首位。我认为这对英国和美国来说都会是非常特别的事。好的，请讲。总统先生，谢谢。我是每日来电的里根里斯，请问您离达成更多协议还有多远？预计何时宣布下一项协议？非常接近了。我们有很多的协议，我知道霍华德要回去了。这次记者招待会一结束，他就要去处理很多协议，还有斯科特·贝森特，他就在这里，他非常出色。今天早上你在电视上表现得很棒，我看了你的节目，太棒了。你给观众上了一堂关于世界和经济的课。斯科特将要去瑞士与中国代表会面，他们非常想达成协议。我们可以玩文字游戏，是谁先打个电话，谁没有打，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那个房间里会发生什么。但我可以告诉你们，中国非常希望达成协议，我们会看看结果如何。在过去的40-50年里，每个国家实际上都在贸易、军事、保护以及各种不同的事情上占美国的便宜。而我们现在正在达成公平的协议。这次的情况很好，因为我们实际上并没有过多的参与。你们有欧盟，我认为你们多年前做出了正确的决定。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还记得，在你们就脱欧议题投票的那天，我正在坦博利球场开业。他们问我这会发生吗？还是不会发生？我说我认为他们会走自己的路，我认为这对他们更好，他们也确实这么做了。我觉得这最终会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不过这个决定的一个重要部分始终是你们能和美国达成一笔交易，但他们之前一直没能做到，现在他们做到了，这是一笔巨大的
你知道非常重要的交易。这一直是你决定脱欧的一个重要部分，但他们之前从没能达成那笔交易，你知道那是个棘手的难题。而这笔交易，随着时间推移，真的很神奇。这笔交易进行得非常顺利，进展很快，也很顺利。我喜欢说，这其中充满了常识，这其中有很大的共通之处，这会让你们国家在贸易方面变得更强大，也会让我们国家在贸易方面变得更强大。好的，请你来吧，在你后面那位。汤姆·贝特曼来自 BBC， 谢谢您。总统先生，您刚才提到了肉类。你在哪家 ？BBC。非常好，他们待我很好。谢谢。您提到了肉类，特别是牛肉出口。目前英国因为食品标准问题不接受美国牛肉，您是呼吁英国接受所有美国的牛肉和鸡肉产品吗？我想他们会拿他们想要的，我们有足够的货，各种类型都有，各种你能想到的分类，你知道。小罗伯特·肯尼迪干得非常出色，我觉得他可能正在朝你们那种无化学物质、无这无那的体系前进。我是说，我觉得我们也在朝那个方向走，看起来是这样，而且我们也有那样的产品，所以我们是个很大的国家，我们有很多牛肉，我们是个非常大的国家。我可以说两句吗？那太好了。我来说两句，我们来快速谈一下美国牛肉。顺便说一下，我是农业部长布鲁克·罗林斯。这项协议非常重要，它对美国农场主和牧场主意义重大，这一点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具体到牛肉方面，这将极大地增加我们的牛肉出口，而且要明确的是，美国牛肉是世界上最安全、质量最好，是美国农业的掌上明珠。我认为这项协议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不仅仅是将乙醇关税从19降到0，这对我们的大田种植者来说意义重大，对牛肉也是如此。随着我们向前推进，我相信我们卓越的贸易团队正在关注所有的肉类、所有的农产品，实际上是我们所有的农产品出口。我不确定是否有哪个行业像我们的农业一样受到如此不公平的待遇，遭受了如此多的苦难，所以我们很期待。我周一会去英国，和我在那边的同事进行会谈，大概持续到下周，我期待着将它推广到全国。总统非常棒。我认为我们可以说，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拖拉机，以及世界上最好的一切。他们都说我们的农业是首屈一指的，你们明白的。这将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人们将能够有更多的选择，通常这意味着更低的价格。好，你先提问，然后是尼天，开始吧。关于意大利电视台的一个后续问题，首先祝贺你们达成了协议，我们可以预见关税会带来巨大的收益。但是欧洲其他国家呢？今天是个胜利日，但其他欧洲国家似乎在贸易中遭受了损失。我们本来打算和欧洲达成协议，我们发现欧盟对我们非常不公平，非常难对付，而且他们这样做也伤害了自己。他们非常想达成协议，我们会和他们打交道的，我们目前正在和他们打交道，所以这几乎涵盖了剩下的部分，但这是分开的，特别是由于英国脱欧，这是一项单独的协议，这似乎总是很自然。我的意思是，所有媒体都会说，这似乎是为什么这件事花了25年才发生？为什么以前没有达成协议呢？我一直觉得很奇怪，总有人说我们必须达成协议，我们必须要达成协议，这笔交易就是自然而然地达成了。首相做得非常出色，他的代表们都是非常专业的，而且他们相处得很好，一切都很顺利。我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把整个体系给颠覆了。如果我们只是单独跟你或者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谈，但我们没那么做，我们把整个体系给打破了，这对美国来说非常公平。之前对美国非常不公平。我认为正因如此，这次合作非常顺利，我很荣幸促成了第一笔交易。请讲。谢谢。您提到，请后面提问。谢谢，我是伦敦时报的。我想说，今天对詹姆斯·邦德来说是个好日子，因为现在美国的买家也能买到阿斯顿马丁了。如果能把这个协议延伸到电影行业就更好了。您之前提到过要对电影征收高额关税，我们想知道英国电影能否得到减免。我们会另外讨论这个问题。你知道，我们正在对特定的电影，就像你说的，电影制作人征收关税，我们将实施一些关税来让他们回流，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离开了这个国家，他们都住在这里，钱来自这里，一切都来自这里，但他们却在其他国家制作电影，所以我们会采取一些措施
让他们回来，可能很大程度上会这样，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詹姆斯邦德没什么好担心的。詹姆斯邦德，而且肖恩康纳利是我的朋友。肖恩康纳利帮我在阿伯丁获得了土地规划许可。他说让那个家伙建他的高尔夫球场，让我那是已经走了4年流程了，在阿伯丁根本不可能。然后我不知道他有一天站出来说了那句话，他一说完，我大概2分钟就获得了批准。肖恩康纳利是个很棒的人，而且他饰演的角色也很出色。你确定今年晚些时候不会再回去吗？你会去苏格兰和英国吗？哦，是的，我会去。当然，我们在那边有很多投资，像坦伯利和阿伯丁，还有如你所知，在爱尔兰的杜恩贝格就在海边，他们都在海边。我只对海边的项目感兴趣。我们在那边有一些不错的投资，很漂亮。是的。总统先生，如果本周末贝森特部长和格里尔大使与他们的中国对口官员进行的会谈进展顺利，不是提前预判，但如果谈判顺利，您会考虑降低对中国的关税税率吗？这个有可能，我的意思是，我们走着瞧，现在关税已经不能更高了，是145%，所以我们知道它会降下来的。我认为我们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关系，你知道，我一直和习主席相处得很好，新冠病毒来袭时，这种关系受到了极大的干扰，但我们现在相处得很好。我的意思是，新冠病毒来袭时，我们和很多人、很多国家的关系都受到了损害，但是我认为我们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关系。我希望和中国保持非常好的关系。我认为这将是一次非常友好的会面，他们期待以一种优雅的方式进行。正如你们所知，中国对我们有巨大的贸易顺差，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但我认为这对两国都有好处。我希望看到中国对外开放。你知道，这里的一件大事是，可能没人知道，英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封闭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对贸易是封闭的，但现在它开放了。许多财经记者对此感到非常高兴，我会听取他们的意见。他们说，我希望他们能让那些国家开放，然后你们可以在公平的基础上竞争，但是如果你不被允许去那里，你就无法竞争。中国就是这方面的头号例子。你知道，中国非常封闭，上次在新冠病毒之前，我们几乎达成了协议，但结果并不理想。但是我们和中国达成了一项伟大的协议，他们必须购买价值500亿美元的我们的食品，这对我们的农民来说是一项非常好的协议。然后当拜登上任后，像往常一样什么也没发生，你知道他没有执行它，而且越来越少。最终你知道这项伟大的协议被摧毁了，那是个很棒的协议，但是我认为我们的代表会和中国代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认为他们能从中获益很多。某种程度上，我确实认为他们比我们获益更多，但是我认为我们会度过一个非常非常愉快的周末。周末会谈之后，您会和习主席谈话吗？也许吧，当然，这取决于斯科特、贝森特怎么说。斯科特负责一些国家，霍华德负责一些国家。我希望我能再多找10个像他们这样的人，这样我们就能一次性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但是会有那么一刻，我们会做很多这样的交易，然后会有那么一刻，我想我可以这么说，斯科特和霍华德，我们会因为了解这些国家，了解他们的需求，就直接达成交易。换句话说，我们不需要国家的参与，因为我们已经有了这些信息。我们会说这个特定的国家，比如说有很大顺差的国家，意味着我们有逆差，这个特定的国家将要支付25%、30%、50%或者10%的关税，或者任何可能的比例，我想我们应该解释一下。霍华德，我们做了一件事，以后很少会再做了，那就是我们将劳斯莱斯的关税从25%降到了10%，因为劳斯莱斯不会在这里生产，我甚至不会要求他们这样做，对吧？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车，而且数量非常有限，它不是那种生产数百万辆汽车的大型汽车公司，他们生产的汽车数量非常少，而且是超级豪华车，包括宾利和捷豹。所以我们有一些非常特别的汽车，所以为了帮助这个行业，因为他们真的是你知道手工制作，而且他们在同一个地方做了很久，我说好，这很好，我们帮他们一下。但这和那些生产数百万辆汽车的汽车公司不同，他们将在我们国家生产，他们将要建造，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工厂，汽车工厂正在建造或很快就要建造。我想我们可以说我们的投资将接近10万亿美元。我觉得如果我们把
一些还没公布的加起来，实际上已经达到这个数字了。我的意思是，我们现在有一些项目正在进行中，他们正在建厂，甚至都没跟我们打招呼。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关税一直被用来对付我们。我以前一直不明白，我过去常常想，你们知道，我当总统的时候，中国支付了数千亿美元的关税，但在那之前，中国从来不支付任何关税。你们知道，他们在贸易方面确实狠狠地敲诈了我们一笔，但我们现在正在利用关税来为我们谋取利益。现在我们已经有接近10万亿美元的投资了，想想看，10万亿美元，如果你看看上一届政府，我们实际上只用了2个月的时间就达到了这个数字，当然也可以说是3个月，因为我们花了点时间才把办公室整理好，把事情安排妥当。但一旦我们开始想想看，接近10万亿美元的投资，要知道过去几年，美国一整年都拿不到1万亿美元的投资，根本没法比。我们在2个月内就得到了10万亿美元的投资。所以现在发生的一切都太惊人了，我们接到了很多电话，这些都和芯片、汽车有关。我们过去是生产芯片的，我们有英特尔，过去我们垄断芯片产业，所有东西都在这里生产。但是这些年来，因为之前的总统们无所作为，导致这个产业被盗走了，大部分都转移到了台湾。你们可能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况，对吧？因为你们也有很大的芯片产能，但他们把产能转移了过去。如果我们当时说没关系，如果你们想把工厂搬到台湾，那很好，但如果你们想把产品卖回美国，我们就会征收50%或100%的关税。如果当时我们这么做，他们就永远不会离开美国了。可惜当时我们的人不明白这一点，现在他们回来了。虽然我说这些话晚了大约40年，但他们确实在回来了。你们知道，世界上最大的芯片制造商正在投入巨额资金，一家投资3000亿，一家投资5000亿，和苹果公司一样，另一家投资2000亿，而且我们将会占据芯片制造市场的大部分份额，非常大的份额。你说这个周末将会是一次友好的访问，但你认为这仅仅会是打破僵局的礼节性会面，还是会进入实质性的谈判？我认为会是实质性的会谈。有些人喜欢说我们开会就是为了见个面，但既然要见面，那我们要做什么呢？难道要讨论下次什么时候见面吗？所以我认为会是实质性的，我们可以这么说，对吧？斯科特会是非常实质性的，中国想要做些什么，而且他们现在必须要做些什么。你知道，他们以前一年能赚1万亿美元，但现在基本上没什么生意可做了，因为关税的原因，他们没有生意。他们想要有生意，我们也希望他们有生意，我们希望他们能做好，希望他们做得非常好。所以我认为这次会谈将是实质性的。正如你所说，生意已经放缓了。在中国，我们看到美国这边的港口运输量确实下降了。现在成千上万的码头工人和卡车司机都在担心他们的工作。对，不，这意味着我们少亏钱。我看到这个就意味着我们少亏钱。听着中国赚了1万多亿，在我看来是1.1万亿，你知道，数字各不相同。从5000亿到1万亿或1.1万亿，我认为是1.1万亿。坦率地说，如果我们不做生意，我们会更好，好吗？你明白的。所以当你说速度放缓时，那是件好事，不是坏事。但我们会让他们，我想说，他们实际上可以做得更好。从盈利的角度来说，我们希望看到中国开放，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中国竞争。你知道，给人们一些他们从未有过的东西，你知道，获得一些对世界有益的东西，这对我们的企业有好处，而且我认为这对友谊也有好处。我真的，很多人觉得我是个激进分子，其实我不是。我认为贸易可以为与中国的友谊带来更好的前景，可以成为一件好事。但是你知道，我知道接下来要谈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开放市场，让我们的企业进入中国。因为当你们谈论一个封闭的国家时，那真的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国家。我认为如果它开放了会更好，这会给人们很多选择，也会创造很多就业机会，各方面都会有提升。所以我认为这对中国来说是件好事，这也是我们将要讨论的事情之一，就像我们和英国讨论过的那样。好的，请讲。英国需要怎么做，你才会取消现在的10%的基本关税？我认为那已经定下来了，因为这和很多不同的事情有关，包括过去的一些事情，我们谈了很多，我们考虑到了所有因素，所以这已经基本定下来了。请讲。
总统先生，这个维持10%的基本关税会是未来贸易协定的一个模板吗？您说您会保留这个基本关税，在所有情况下都会这样吗？不，这个数字很低。他们做了一笔划算的交易，很多国家的关税会更高，因为他们有大量的贸易顺差，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没有善待我们。英国他们有点封闭，但不像中国那样，而且他们一直很尊重我们，所以他们非常尊重我们。10%的模板可能是最低的，因此他们达成了那项协议。而且你知道，我们和他们有着非常特殊的关系，比如我不会在汽车方面也那样做。我的意思是，除非有人向我展示有哪种车能和劳斯莱斯相媲美，但好像没有多少。这可以算是给劳斯莱斯做的广告了，但是他们会订购很多汽车的。总统先生，我想知道您是否想买劳斯莱斯？上一次我买了。我很乐意提供一个折扣券，当然只是一个很小的折扣，因为要保证我们的利润率，我有很多折扣券。你知道吗？上次发生这种事，我最后买了辆特斯拉。总统先生，您好。你们好。谢谢，我是每日连线的玛丽霍利汉。我有个关于今天英国协议的问题。我听说协议的部分内容取决于英国是否尊重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我知道英国石油公司对此非常感兴趣，并且今年早些时候也谈到过。请问你们在这方面得到了什么保证吗？你来说。好的，那不是我们谈话的一部分。我们的谈话从头到尾都是关于经济方面的。昨天由总统结束，这是一项商业协议，开放他们的市场，同时保护他们的工人，扩大我们的市场，并帮助我们的工人。这是关于商业的。你知道，商业有点像半个宗教，但远没有宗教那么重要。我不想把自己卷入那种争论。请后面那位，不好意思。总统先生，您会要求中国帮助您弥合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分歧吗？会的，我觉得请中国帮忙是很自然的。你希望他做什么？我也不清楚。我认为我们正在取得进展。现在的战况和以前有点不同。我认为如果我们不介入，俄罗斯可能会试图控制整个局势。他们可能能够得逞，因为我们之前愚蠢地提供了很多不同的东西。但通过我之前提到的稀土交易，我们已经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回报。我认为我们会积极参与，努力阻止这场血腥屠杀。这是一场血腥屠杀，情况非常糟糕。每周平均有超过5000名士兵阵亡，大部分是士兵，都是些年轻优秀的人。我看到卫星图片传回来，战场上到处都是残肢断臂，头和胳膊，太可怕了。我从没见过这样的景象。如果我们能阻止这场战争，那将是一项伟大的成就。我们正在努力，我认为我们离目标很近了。而且维特克夫先生一直在与双方沟通，他非常专业，与两国关系都很好。而且我认为我们有很好的机会。同样的，我们也在努力解决伊朗问题，希望无需动用任何轰炸就能解决问题。我不想那样做，我希望他们能达成协议，我希望他们能成功。谢谢总统先生，我是福克斯商业频道的爱德华·劳伦斯。关于非市场壁垒，您是如何让英国让步的？最后时刻达成的协议或提出的要求是什么？我认为这实际上只是整体协议的一部分。我的意思是，他们有很多对他们国家非常有利的东西，所以这对他们国家来说会非常好。所以这件事相对容易。我们有一些非市场，我称之为非市场或非货币的贸易壁垒，而且我们有一些这样的壁垒。当然没有其他一些国家那么糟糕。有些国家你知道，他们几乎没有关税，但其余的壁垒都非常残酷，你根本没法和他们做生意，对吧？所以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认为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整体协议进展得非常好，他们愿意放弃那些以换取其他的东西。大使先生，您可能想谈谈这个。关于这项协议，我们要继续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会继续下去。我们双方都致力于进一步开放我们两国之间的贸易，也都致力于进一步开放我们两国之间的投资。
这项协议的关键在于，它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本，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以便我们继续努力，并在未来取得更大的成就。这是我们双方都决心要做的事情。关于最后时刻达成的协议，这个嘛，算了，我最好别说。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这些事情我们还是保密吧，要不就透露一点吧，好吧？我们达成了协议，对方也处理得很好。我们现在谈论的很多事情已经谈了25年了。如果你不是坐在这张漂亮的坚毅桌后面，你不会明白的。这很难解释。25年来，我一直听说美国要和英国达成协议，尤其是在英国脱欧前后，他们想达成协议，所以他们脱欧后就来试图达成协议。听起来很自然，但就是做不到，好人啊！而且这次的协议更大，这对我们双方来说都比我们之前预想的规模更大、更好、更强。这是个大买卖。几乎所有人都说这会以失败告终，但会以泪水告终，但结果却恰恰相反。对，但是总统先生，我必须说，这都归功于卢特尼克部长和格里尔大使，他们做得太棒了。对，但昨天我接到一个电话，第一个非常得体的电话，直接把事情往前推进了一步。是你们新上任的驻英国大使打来的，他很棒。沃伦·史蒂文斯在这儿。沃伦在哪儿？在这儿。你好，沃伦。您好，先生，很高兴见到您。他明晚飞往伦敦，他会很受英国人民欢迎的，会成为一位非常成功的大使。